相传圣诞节时，听话的好孩子都会得到自己想要的礼物，反之则只有一颗煤球。但今年的圣诞节却带来了一桩由煤球引发的惨案。哎呀！又是一年圣诞节，窗外的白雪覆盖了大地。富豪男孩比利在给圣诞老人写完信后，就准备去上学。今天学校里有科技创意比赛，他有信心今年拿个5连冠。奶奶叫住他说，今年的圣诞节父亲有事不能陪他们过了。他安慰了失落的孙子几句，然后鼓励他今天去拿个冠军回家。比利立刻傲娇地告诉奶奶，这必须的，此乃成功人士的标配呀。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自己花了将近3周心血做成的模型却被同学克里斯汀打败了，自己连续4年的冠军记录也被终结。他内心虽然无数遍想发作，但还是保持绅士风度，面带微笑恭喜了对方。转身上车后，他吩咐司机，这件事儿得摇号叫人解决呀。他不能接受自己得老2的事实，有钱好办事儿。高效率的杀手乔纳森接下了这个任务，他略施小计就绑架了克里斯汀。比利以手中的高压电线为威胁，让克里斯汀对外承认作弊。冠军的奖牌永远只能属于他一个人。小女孩哪见过这样的阵仗啊？恐惧之下，她只能乖乖答应。乔纳森在送她回家时，还以她的父母和家里汪星人的性命要挟她必须保密。目送她下车后，还不忘对她说上一句圣诞快乐。另一边，年事已高的圣诞老人克里斯正射击着易拉罐，妻子露丝走过来告诉他，家里已经快揭不开锅了，这样下去圣诞工厂也会面临倒闭，这也是让他很头疼的问题啊。于是他决定去邮局拿补贴金应急。路上车载收音机里熊孩子的负面新闻让他的心情烦躁，他来到邮局取了支票后，独自来到了酒吧喝闷酒。喝完酒，看到支票上的数字让他更加火大了。今年政府汇款给他的补贴只有平时的1半。他回到家时，军方几个领导正好也来到了这里。他们解释说，补贴是按照他送出礼物的数量决定的。现在的孩子对圣诞节的憧憬越来越大，所以补贴少也是肯定的了。不过有个补救的方法，那就是他帮助军方制造 FG-63战斗机的控制面板，双方只需要合作2个月的时间，他就能够有足够丰厚的收入。克里斯想也没想，直接拒绝了。眼下更重要的还是去给各家各户的孩子们发放礼物。他忙活了一晚上，才在天亮时回到了家。但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很快就一场血光之灾降临到头上了。他并没有睡多久就起了床，他现在的心情已经差到了极点。昨晚他送礼物的时候，被熊孩子的高射炮在身上打了个窟窿。即使万般不情愿，但为了家里和工厂所有人的生计，他终于决定和军方合作，至少先应付了眼下这一阵儿。比利满怀期待地拆开礼物，但里面却是一块黑煤球，这让他非常的不爽。我不就是模仿奶奶签名挪用家里的钱吓唬女同学而已吗？用得着这么针对我吗？我还是个孩子啊！他幼小的心灵受到了重创，于是再次拨通了乔纳森的电话。他想让对方去杀了圣诞老人。乔纳森童年时也被圣诞老人伤害过，他很爽快地接下了任务。可圣诞老人的具体住址让他犯了难了，无论是搜索引擎还是电话咨询都帮不上他，这让他暴跳如雷。理智告诉他，冲动是魔鬼。于是他先抽了根烟冷静一下，然后又去拳击馆疯狂发泄一阵，最后坐在家中餐馆里，边听我的中国心，边享受美味的北京烤鸭。才让他的心情好了一点。回到家，他对着满墙的资料，最终把目光定格在了孩子们寄给圣诞老人的信件上。顿时他就有了主意，他将一位邮递员枪杀后，换上了他的衣服来到了邮局。在从邮局领导口中得知相关信息后，杀手将他灭口。收拾好了各类武器装备后，他正式踏上了横跨多地前去刺杀圣诞老人的路途。克里斯对即将到来的危险还是浑然不觉，他将工厂所有员工聚集起来，宣布了要和军方合作的事。大家在接下来2个月内不能离开这里，需要和军方默契配合，完成战斗机控制面板的生产。接下来军方的捷克部上尉就进一步声明了这段时间的规定，他希望大家都能好好配合。这次生产的并不是玩具，而是国家军事力量的未来。很快生产工作就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。高效率的生产工作让军方非常满意。2位军方说客克莱斯和卡特找了过来，他们希望和克里斯延期合同，从2个月改成15年的长期合作。
但克里斯的态度很坚决，和军方的合作只能例外这一次。不等他们多说，他就给对方下了逐客令。露丝看出了他的心情不佳，在他练拳击的时候，他将一封信放在了旁边。他拆开一看，是以前一个孩子写来的感谢信。如今他已经是一名出色的消防员了。露丝告诉他，生活总该有希望的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克里斯的心态恢复了以往，他想去邮局看看有没有支票到账。车载收音机里不再传来熊孩子的负面新闻，而是适时地放起了欢快的音乐。来到酒吧后，他第一次拒绝了酒水，只要了一杯热牛奶。他告诉老板娘，哥现在要找回事业第二春呢，做回那个给无数孩子带来欢乐的真男人。随后他来到邮局取了支票，正好被不远处盯了一夜的乔纳森看见。他连忙架好了狙击枪，但却被一辆碍事的卡车阻碍了视线。他只好改变策略，悄悄尾随着克里斯来到了工厂。工厂外围都是全副武装的士兵，要想完成这个任务的话，得上点真家伙来。他折返回去，将车里的所有家伙都揣在身上，正准备行动时，小屁孩比利的电话打了进来。他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个熊孩子，直接将电话扔进了后备箱。恢复活力的感觉让克里斯前所未有的好。他拉上妻子，准备和他来一场火星撞地球的深切会晤，顺带重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。就在小两口腻歪的同时，买好外挂的乔纳森已经悄悄摸进了工厂。无数训练有素的美国士兵在他的眼里犹如纸糊的玩具一样，顷刻间他就像砍瓜切菜一样将他们打得溃不成军。克里斯听到工厂遇袭的警报，他只觉来者不善，然后拿上枪冲了出去。当他冲出屋外时，乔纳森已经杀光了工厂的所有士兵，并用一颗炸弹将工厂付之一炬。克里斯对乔纳森还有些印象，一个不听话的熊孩子。乔纳森将手中的玩具警车扔了过去，诉说着自己的委屈。自己小时候曾经给圣诞老人写过很多的信，可是那老人除了送给他这个不值钱的小玩具外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克里斯向他道了歉，自己能力也有限，代替不了父母的职责。这话在乔纳森听起来就是在甩锅。既然如此，他就只能把这位老爷爷的像头人头取来了。克里斯告诉他，他不是第一个来杀自己的人，自己也不是因为又蠢又胖的形象才做这份工作的。接着双方同时朝彼此开了枪，几个回合下来，克里斯打伤了乔纳森的左肩，手中的子弹也打光了。这时候就只能智取了，他找准机会将乔纳森扑倒在了地上，补了几拳，却没有想到被乔纳森的暗器重伤。乔纳森对着他的左眼来了一枪，正准备补刀时，露丝从他背后来了一枪，转移了他的注意力。他回身将露丝打伤后，追着他进了屋，被躲藏在暗处的露丝一枪爆头。根据乔纳森尸体上的名片，他们知道了比利雇他的真相。晚上，比利听到了奶奶在打电话，他已经发现了家里的钱被挪用的事，发誓要把对方找出来。害怕事情败露的比利偷偷的在牛奶里下了药，想要神不知鬼不觉的将奶奶灭口。就在此时，克里斯夫妇找了过来，在将牛奶一饮而尽后，克里斯向他展示了失去的左眼。那位和他一样自以为能逃脱法律制裁的人，现在已经去了西伯利亚的乱葬岗，下一个就轮到他了。只要他再敢对自己直接或者间接动手一次，或者让他的奶奶过早去世，让克里斯汀受到威胁，又或者因为他的缘故，有人觉得自己技不如人，自己就会回来，但不是来送礼物，而是把他从温暖的床上拽下来，做点黑黑黑的事情。到时候谁都救不了他。从现在开始，圣诞老人盯上你了，坏孩子。随后夫妇俩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回到了工厂，等待着他们的是工厂的维修扩建工作以及前景光明的新生活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